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世上很多人不是穷死的，而是被钱毒死的，你信吗？1300年前，大唐一位当过3次宰相的人，临死前写下一篇只有100多字的檄文。他把钱写成了一味药，6个字：味甘，大热，有毒。这个人掌管过天下财富，见过无数人因为钱飞黄腾达，也见过无数人因为钱家破人亡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说真正被钱害死的人往往不是穷人。那章说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他观察了一辈子，发现所有被钱反噬的人几乎都会经历同样的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味甘，钱是甜的，这一点没人否认。工资到账的时候是甜的，生意赚钱的时候是甜的，账户数字上涨的时候也是甜的。那种感觉就像沙漠里的人喝到第一口水，像饿了3天的人吃到第一口肉。很多人第一次赚到大钱的时候，甚至会激动得睡不着觉。他们觉得人生终于开始变好了，终于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了。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，所有甜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你吃的越多，阈值越高。从前1个月赚5000块会开心，现在赚5万都觉得理所当然。从前买件新衣服能高兴1个星期，现在换辆车都兴奋不了几天。于是人开始追求更大的刺激，更快的回报，更高的收益。味甘之后，第2个阶段来了，叫大热。钱一旦变多，很多人的脑子就开始发热。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成功全靠本事，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，觉得未来只会越来越顺。他不再听劝，不再谨慎，不再敬畏风险。有人开始疯狂投资，有人开始疯狂扩张，有人开始疯狂消费。热毒攻心以后，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估自己。可真正可怕的还不是前面这2步，真正让无数人万劫不复的是第3阶段，有毒。当毒性开始发作的时候，钱就不再只是财富了，它会让兄弟反目，让夫妻离心，让朋友成仇，让人变得猜疑、自私、焦虑、贪婪。很多人直到最后一刻都觉得自己是在掌控财富，可等回过头才发现自己早就成了财富的奴隶。张说看了一辈子的人生悲剧，最后得出的结论很简单，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贫穷，而是中毒却不自知。而接下来要说的就是7种最典型的中毒症状。第1种，也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种，它看起来最安全，实际上却最容易毁掉一个人的后半生。第1种被钱反噬的人，我把它叫做被困死的人。很多人以为人生最大的安全感来自存款，所以年轻的时候拼命攒钱，拼命省钱，拼命给未来做准备。他们不敢旅游，不敢享受，不敢投资自己，总觉得再多攒一点，再多存一点，人生就稳了。可现实往往恰恰相反。我认识一个老张，40多岁，在一家公司干了10几年。每天最早到公司的是他，最晚下班的也是他。中午同事点外卖20多块，他永远吃10块钱的盒饭。冬天大家开空调，他总说不冷。手机用了7、8年舍不得换，衣服破了自己缝。有人笑他太抠，他却很得意。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卡里有钱，心里不慌。10几年下来，他确实攒下了不少钱。可2年前，公司突然裁员。那天他抱着纸箱从办公楼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他以为凭自己的经验很快能找到工作，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耳光。40多岁的年龄，没有新技能，没有行业资源，没有人脉关系，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。最讽刺的是，他明明卡里还有几十万存款，却越来越不敢花钱。超市买菜先看打折区，生病了能扛就扛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担心哪天钱花完了怎么办。以前存钱是为了获得安全感，可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存款的奴隶。他守着那串数字，像守着一座监狱。半年以后，有朋友见到他，差点没认出来。
头发白了一大片，人瘦了一圈，眼神里全是焦虑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张说为什么说一积一散谓之道。钱和水一样，流动的时候才有生命。你把所有希望都锁进银行，它就会慢慢变成死水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守财，其实是财在守着你。你不敢花，不敢学，不敢试，不敢改变，到最后连面对命运变化的能力都没有了。这样的人表面上有钱，实际上早就失去了掌控人生的能力。可如果说这种人是被困死的，那么接下来这一种人就更惨了，因为他们不是被困住，而是亲手点燃了一把火，然后把自己烧得一无所有。第二种被钱反噬的人，我把它叫做被欲望烧死的人。张说说钱大热，这个热字才是整篇《钱本草》最狠的一刀。因为穷不会让人失去理智，可突然有钱往往会。前几年有个男人因为拆迁拿到了一大笔补偿款，到账那天他坐在银行大厅里盯着手机短信看了10几分钟。那笔钱是他过去半辈子都不敢想象的数字。从银行出来的时候，他整个人走路都轻飘飘的。当天晚上他请了几十桌酒席，亲戚朋友全来了，有人敬酒，有人夸他命好，有人说以后发达了别忘记大家。他越听越开心，越听越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翻身了。没过多久，旧车换成豪车，老房子换成大平层，朋友圈天天晒生活。可真正毁掉他的不是消费，而是脑子里的那股热气。因为从那一刻开始，他觉得自己干什么都能成功。有人拉他投资餐饮，他去了；有人说开公司赚钱，他干了；有人告诉他期货来钱快，他又信了。每次亏钱，他都觉得只是运气不好；每次失败，他都认为下次一定能翻本。结果几年时间过去，当初那笔巨款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最后一个项目爆雷，他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看着账户里的余额发呆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把车停在路边，抽了整整2包烟。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曾经围着他转的人早就不见了，曾经夸他厉害的人也消失了。后来有人问他最后悔什么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我不是输给了市场，我是输给了自己。很多人以为自己输给了投资，输给了市场，其实都不是。真正让他破产的那一天，不是项目失败那天，而是银行卡到账那天。因为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失去了敬畏。热毒攻心之后，人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的成功全靠本事，觉得命运会永远站在自己这边。可命运最喜欢收割的，恰恰就是这种人。所有被欲望烧死的人，在倒下之前几乎都会说同一句话：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翻回来。可惜很多时候，当你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，镰刀已经落下来了。而比被欲望烧死更可怕的是，你明明在帮别人，却一步一步把自己推进深坑。因为接下来这种人，最后往往输掉的不只是钱，还有感情。第三种被钱反噬的人，我把它叫做被朋友拖死的人。很多人这一生最大的损失，不是投资失败，不是生意亏损，而是把钱借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人。骗子其实不可怕，因为骗子一开口，你就会本能防备。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跟你一起喝过酒，一起熬过夜，一起吹过牛的人。因为陌生人骗你，你会怀疑；兄弟找你借钱，你会心软。我认识一个男人，30多岁，平时不抽烟不喝酒，辛辛苦苦攒了10几万。有一天，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找到他，说家里出了点急事，孩子住院，实在周转不开。朋友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，还保证最多半年就还。男人没有犹豫，当天就把钱转过去了。转账那一刻，他甚至还有点感动，觉得自己终于帮上了朋友。可半年过去了，对方没提还钱；1年过去了，对方开始装傻。后来男人实在没办法，只能主动开口提醒。结果朋友语气立刻变了，说你什么意思？不信我？又不是不还。再后来，
每次发消息都隔很久才回复，每次打电话都有各种理由，最后干脆不接电话，不回微信，彻底消失。最讽刺的是，当初借钱的时候男人像大哥，还钱的时候却活得像孙子。他不是没想过去法院，不是没想过去翻脸，可每次想起过去的情分又下不了狠心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刷朋友圈，看见那个朋友刚换了新车，一家人出去旅游，笑得比谁都开心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阳台抽烟，突然笑了。他说自己终于明白一个道理，原来有些人借钱的时候是朋友，还钱的时候才露出真面目。张说取与合一为之意，什么意思？该给的给，该拿的拿，边界一定要清楚。很多人总觉得谈钱伤感情，可现实恰恰相反。真正伤感情的，从来不是谈钱，而是不谈钱。多少兄弟因为房子翻脸，多少朋友因为借钱成仇，多少合伙人因为利益分配老死不相往来。钱最毒的地方，不是让你失去财富，而是让你失去对人的信任。那些被朋友拖死的人，到最后往往不再相信任何人。可如果说这种人输给的是感情，那么接下来这种人输给的就是人性里最古老的弱点。这个弱点叫贪。第四种被钱反噬的人，我把它叫做被馅饼砸死的人。你发现没有，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人倾家荡产的，往往不是风险，而是机会。风险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害怕；机会来的时候，人才会失去理智。几年前，有个中年女人被拉进一个投资群。刚进群的时候，她也觉得不靠谱。可群里每天都有人晒收益截图，今天赚3000，明天赚5000，后天赚1万。有人感谢老师带自己买房，有人感谢老师带自己换车。她天天看，天天看，心里的防线一点点被磨掉。终于有一天，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投了5000块。第二天账户显示赚了300，他很开心。第3天又赚500，他开始兴奋。第4天赚了1000多，他彻底相信了。于是把银行卡里的存款投进去，把理财取出来投进去，最后连给父母养老的钱都投了进去。那段时间，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账户，看着数字上涨，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财富密码了。可就在他准备继续追加资金的时候，平台突然打不开了，群没了，老师没了，客服没了，所有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。后来警方调查才发现，那个500人的群里，除了他，几乎全是演员。他以为自己在赚钱，其实从头到尾，他才是产品。张说，无求非分谓之理，不是你的钱，别伸手。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残酷规律，凡是看起来太容易赚的钱，最后往往都会变成学费。很多人被骗之前都觉得自己不会被骗，可骗子从来不骗最穷的人，也不骗最聪明的人。骗子最喜欢的是那些手里有点钱，又特别想赚快钱的人，因为他们心里永远藏着一句话：万一这次是真的呢？可惜绝大多数悲剧都是从这句万一开始的。有人抵押房子炒股，有人贷款追风口，有人把养老钱投进资金盘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抓机会，其实是在排队等收割。当一个人开始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的时候，命运往往已经悄悄把陷阱挖好了。你以为自己在寻找捷径，其实你正在成为别人的利润。而比被骗更可怕的是，一个人明明赚到了钱，却把所有人都推远了。因为接下来这种人，最后输掉的不是本金，而是整个世界。第5种被钱反噬的人，我把它叫做被孤独吞掉的人。很多人以为，人有钱以后最大的风险是被人惦记。其实恰恰相反，真正危险的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身边已经没人了。穷的时候，一个电话能叫来一桌朋友；富的时候，一个电话打出去，全是生意。你请客的时候人很多，你出事的时候人才会变少。张说，
博士即众位之人。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错了，以为是在劝人当好人，当圣人。其实不是，他真正讲的是一种极现实的人性规律。一个人赚到钱以后，如果所有好处都自己吃，所有利益都自己拿，所有便宜都自己占，那么他表面上是在积累财富，实际上是在积累怨气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很多人倒下之前，身边早就没人希望他好了。前几年认识一个老板，做建材生意，一年赚的不少，开豪车，住大房子，朋友圈天天晒项目签约和银行流水。可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特别抠。员工加班不给钱，供应商货款能拖就拖，合作伙伴该分的钱也想办法少分一点。他总觉得别人离不开自己，总觉得自己给别人机会已经是恩赐。后来行业下行，资金链突然断裂，他开始四处求人借钱。那些以前一起吃饭喝酒称兄道弟的人，一个个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。以前天天围着他转的人，忽然全都消失了。他坐在办公室里翻通讯录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，竟然找不到一个愿意借他钱的人。后来他说了一句话特别扎心，他说，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朋友很多，后来才发现那些人不是冲我来的，是冲钱来的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当钱没了以后，连真正愿意帮我的人也没有，因为这些年我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。你看，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市场，也不是输给了时代，而是输给了自己的人员账户。钱多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钱越来越多，人越来越少。因为一个人在顺风的时候靠能力，在逆风的时候靠人缘。你帮助过的人，尊重过的人，善待过的人，平时看不出来有什么价值，可到了你摔下来的那一天，他们可能就是接住你的那张网。而那些把所有好处都吃光的人，最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站得越高，摔得越疼。因为墙倒的时候，连个扶你的人都没有。可如果说孤独只是让一个人跌倒，那么接下来这种反噬会让一个人彻底失去重新站起来的资格。这就是第六种死法，被失信毁掉的人。第六种被钱反噬的人，我把它叫做被失信毁掉的人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房子没了可以再买，生意赔了可以重来，但有一样东西一旦碎了，想拼回来比登天还难，那就是信用。张说说，初不失其谓之信。答应别人的事情不要失约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把这句话当回事，总觉得拖2天没什么，赖一次账没什么，失信一次也没什么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信用这东西就像玻璃，掉在地上第一次出现裂纹的时候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可实际上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我认识一个做工程的老板，早些年口碑特别好，别人敢先给他供货，敢让他赊账，敢把项目放心交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讲信用。后来生意做大了，他开始变了。原本说好30天结账，拖成60天；原本说好按合同付款，开始各种找理由克扣；原本答应客户的工期，也开始一拖再拖。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聪明，占了很多便宜。可几年以后，当行业进入寒冬，他突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：银行不给他贷款了，供应商不给他赊账了，客户也不愿意合作了。他跑去问朋友为什么，朋友只回了一句话：不是你没实力了，是没人敢信你了。后来他的公司倒闭了。他说自己最后悔的事情，不是投资失败，不是市场不好，而是亲手把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花光了。很多人以为信用看不见摸不着，所以不值钱。其实恰恰相反，信用是这个社会上最值钱的资产。为什么有的人没钱，别人却愿意借给他？为什么有的人创业失败，马上就有人愿意投资他第2次？为什么有的人破产以后还能东山再起？因为别人相信他。银行借给你的从来不是钱，而是信用。合作伙伴交给你的从来不是项目，而是信用。客户愿意付款买单，也是在为你的信用投票。
你去看真正厉害的人，他们最怕的不是亏钱，而是失信。因为钱亏了只是流血，信用崩了等于断骨。可惜很多人直到众叛亲离的那一天才明白这个道理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至少还有活着翻盘的机会。而最后一种被钱反噬的人，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以为钱本草是在讲别人吗？其实历史上所有被钱反噬的人，病例都差不多。在讲最后一种死法之前，我想先给你讲几个真实的历史病案。因为你会发现，无论时代怎么变，人被钱反噬的方式其实从来没有变过。第一个人是西晋首富石崇，富到什么程度？家里的奢华程度连皇亲国戚都自叹不如。他喜欢炫耀财富，喜欢用金银珠宝证明自己的地位。他以为钱越多越安全，结果权贵盯上的恰恰也是他的财富。后来权臣孙秀看中了他的家产，一场灾祸下来，石崇满门被杀。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：奴辈力无才耳，意思是他们要的根本不是我的命，他们要的是我的钱。第二个人是和珅，很多人都知道他贪，却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富。嘉庆抄家的时候，从他家搜出来的财富几乎抵得上朝廷10几年的财政收入。他以为财富堆得够高，就没人能动自己。结果一道圣旨下来，所有金银财宝转眼归零，自己也没保住性命。第三个人是《吕氏春秋》里记载的一个富商，他赚了很多钱，却再也睡不好觉，怕被偷，怕被骗，怕被抢，怕亲戚借钱，怕朋友惦记。他每天活在恐惧里，门锁要检查好几遍，晚上听见一点声音就惊醒。别人都羡慕他的财富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早就成了财富的囚犯。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案例，一位身家过亿的老板，生意做得很大，可他每天只睡4、5个小时，中午饭局，晚上酒局，凌晨回消息。连续3年，体检报告上全是红灯，高血压、脂肪肝、心律不齐。别人劝他休息，他总说等这个项目结束；家人劝他检查，他总说等忙完这阵。后来有一天，他正在开会，突然趴在桌子上，再也没有醒来。脑梗 ICU 里躺了1个月，人还是没留住。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，公司高管、合作伙伴、客户代表。哭完以后，第二天公司继续运营，客户继续下单，员工继续上班。只有他的儿子再也没有爸爸。这4个人身份不同，时代不同，结局也不同。一个死于炫富，一个死于贪婪，一个死于恐惧，一个死于过劳，但病根却一模一样。他们都以为自己在控制财富，最后却被财富控制。钱本来只是工具，可当它变成执念的时候，它就会反过来吞噬一个人。而接下来这一种死法，比前面所有死法加起来都残酷。第7种被钱反噬的人，我把它叫做赚到钱却没命花的人。这是钱本草里最后也是最狠的一味药。因为前面6种人至少还活着，至少还有改错的机会，而这种人连重新来一次的资格都没有。张说入不妨己谓知之，什么意思？赚钱不能伤害自己，钱是工具，人才是目的。可现实里无数人把这句话活反了，他们把赚钱当成人生，把自己变成赚钱的工具。白天开会，晚上应酬，凌晨回消息，咖啡当水喝，止痛药当饭吃，熬夜变成常态，体检报告变成摆设。他们总觉得再熬几年就好了，再赚一笔就自由了，再拼一次就能退休了。可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，你以为自己在规划未来，未来却未必愿意等你。我看过一个新闻，一个程序员30多岁，年薪很高，是公司的技术骨干。项目最忙的时候，他连续几个月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。朋友劝他休息，他说等项目结束。家人劝他体检，他说等忙完这阵。
结果有一天开会的时候，他突然趴在桌子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追悼会上，公司领导来了，同事来了，客户也来了，所有人都在夸他敬业。可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那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一刻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残酷的事实：公司离开谁都能继续运转，项目少了谁都能继续推进。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那个倒下的人是不可替代的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，中年以后拿钱换命，最后发现命换不回来。等到终于买了房，终于还完贷款，终于攒够存款，头发白了，身体垮了，父母老了，孩子长大了，最好的时光已经永远过去了。这个世界最悲哀的事情，从来不是人死了钱没花完，而是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活过。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后背发凉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张说写了这么多，他反对赚钱吗？不，恰恰相反。他当过3次宰相，掌管过大唐的钱袋子，比任何人都知道钱有多重要。他真正反对的从来不是钱，而是让钱变成主人。钱本草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句话叫用之有度。钱是药，药能救命，也能害命。存钱，但别困在钱里；赚钱，但别烧在欲望里；重感情，但别失去边界；抓机会，但别相信奇迹；拥有财富，但别失去朋友；追求利益，但别透支信用；努力奋斗，但别赔上性命。这才是钱本草真正的解药。说到这里，你再回头看张说留下的那6个字：味甘、大热、有毒，是不是突然觉得后背有点发凉？1300年前，这位3次败相、3次被贬的大唐宰相，在人生尽头写下《钱本草》。全文不过短短100多字，却把无数人的命运提前写进去了。他没有教你怎么发财，也没有教你怎么暴富，更没有告诉你什么内幕和捷径。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想明白的真相：钱是一味药，药用对了能养命，药用错了会要命。有人被困死，有人被欲望烧死，有人被朋友拖死，有人被馅饼砸死，有人被孤独吞掉，有人被失信毁掉，还有人赚到了钱，却把自己的人生弄丢了。很多人研究了一辈子怎么赚钱，却从来没有研究过怎么不被钱反噬。可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，从来不是谁赚得更多，而是谁能驾驭财富而不被财富驾驭。能赚钱的是人才，能扛住钱的是人物。能在有钱以后还保持清醒的人，才是真正的高手。手里有钱，心中无钱，利用财富，别成为财富的奴隶。这大概就是张说留给后人的最后忠告。如果今天这期内容让你有一点触动，不妨把它收藏下来。因为钱这味药，你这一生都离不开，而它的毒性也值得你用一辈子去提防。钱本草只有100多字，可很多人直到吃完一辈子的亏，才读懂其中一句。如果以后你还想听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真相，记得点个关注。下一期我们继续。